长江禁渔10年，能挽救濒危的长江江豚吗？会导致鱼类泛滥成灾吗？你见过长江江豚吗？它是我国的濒危物种，和已经宣布功能性灭绝的白鳍豚还是亲戚。早在2006年，专家就称江豚可能会在10到15年的时间里灭绝。如今大限将至，长江实行了10年禁渔期，能否及时挽救长江江豚？长江里的鱼类会因此泛滥吗？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长江江豚的数量从5万只下降到1000只。究竟是什么让长江江豚走向了灭绝？这和人类有脱不了的关系。长江沿岸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往江水里排放大量的污染源，导致长江江豚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受到污染物影响的不只是江豚，还有其他鱼类。而且长江采沙强度很大，人为的开采让江里的鱼渐渐没了繁殖的机会，这导致长江江豚可吃的小鱼数量大大减少。像是长江的安庆段，原本是江豚天然的繁殖地，但早在2012年的时候，专家发现4个月至少有5只死掉的长江江豚，而且这些江豚肚子里都没有食物，活生生地被饿死在江里。同一年，岳阳市的洞庭湖在1周的时间里发现了9只死掉的江豚。这些江豚的共同特点就是肚子里空无一物，它们大多是被饿死的。除了饿死之外，长江江豚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船只的螺旋桨的误伤，这些因素导致江豚数量直线下降，成了濒危物种。为了防止江豚和其他鱼类走上白鳍豚的老路，长江开始了长达10年的禁渔期。那么长江江豚的现状如何呢？随着长江禁渔的计划开展，在今年9月，考察队在长江江面发现了江豚群体，同时也有网友在南京、武汉等地发现了江豚群，这就说明实施禁渔很有成效。只是禁渔之后，江豚以及其他鱼类会不会在长江泛滥成灾呢？短短10年的禁渔期，很难让长江江豚的数量达到泛滥成灾的级别，因为在2018年，它们只剩下1000多只了。而且长江江豚还是哺乳类动物，它们一胎也就生1只小江豚，再加上长江江豚的怀孕周期长达12个月，这就减慢了江豚繁殖的速度。在长江还没全面禁渔的2016年，长江里的鱼数量少得可怜，曾有2艘渔船在江面上捕捞了近3个小时，结果只抓到1条小小的刀鱼。作为我国最大的淡水鱼鱼库，长江里的鱼数量全面下降，影响的可不只是鱼的生态，对人的影响也很大。拿我们熟悉的4大家鱼来说吧，虽然这些家鱼大多人工养殖，看似和野生鱼群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人工养殖的鱼都离不开野生鱼。因为人工养殖的鱼负责繁衍的第1代鱼数量就那么多，几代下来，整个鱼塘里的鱼都是亲戚，近亲繁殖的鱼质量会大大下降，因此需要定期去野外抓点鱼，放进鱼塘改善鱼的基因。所以长江这个最大的淡水鱼库一旦绝种，那遭殃的还是人类自己。尽管江豚不会出现数量泛滥的现象，但越来越多的网友发现长江里的小鱼数量明显增多。今年4月，长江万州段的护鱼园就发现有几百条大鱼聚在这里嬉戏，还有清江鱼峡口镇的水域也出现了大量鱼群，这些鱼群足足有150吨。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数量剧增的鱼容易出现泛滥成灾的现象，一旦泛滥可能会导致食物供不应求，最终出现鱼群大量死亡的情况。所以为了防止泛滥成灾，长江会进行有序的捕捞。为什么一定要禁渔10年才能保护长江的生态？从长江江豚和其他鱼类的现状来看，对长江实行长达10年的禁渔期是很有必要的。从2020年开始全面禁渔，到现在还不到2年的时间，江豚和其他鱼类就传来了这么多好消息，说明江水的生态正在恢复。从2003年到现在，每年长江都有3到4个月的禁渔期，但时间实在是太短了，鱼的生长速度根本跟不上人类的捕捞速度。表面上看着每年都在保护，实际上长江鱼的数量1年不如1年。别看现在长江里的鱼多了很多，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有一些鱼产量较小，它们的生长周期也长，像是中华鲟、胭脂鱼等等，短时间的禁渔放在它们身上毫无意义。保护生态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如果禁渔10年就能让濒危的长江江豚转危为安，让长江的水变得清澈，那简直是最好的结果了。大家对长江禁渔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